警察不是随便扣留的，警察扣留那个人会扣留的原因呢，是因为……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法律小智慧，大家好，我是黄律师。喜欢我们这支影片的朋友，可以like 我们的 Facebook page，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和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我今天呢要说，每次如果一个人中警察抓了，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的亲人一定会问的问题，我这里帮大家整理了10个。OK， 可以。当这一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呢，首先我们最先需要知道的就是去询问那个抓他或逮捕他的警察，到底他是因为什么原因，或者是涉嫌犯了什么法而中抓，还有那个警察是从哪里一个警察局过去抓他的，这些很重要，需要先搞清楚先。当然，如果你知道他是在哪个警察局，你可以上去那个警察局，向那个案件的调查官了解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我们也知道，身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们尽可能的不想去警察局的，没有人想，因为比如说从普通人的观念来讲，一旦去了那里，一定不会有好事的。我们最避忌的就是去警察局、医院和法庭，所以很多人呢是不想去警察局的，就算到了警察局，也不太会和警察沟通，或是不知道要讲什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很多人还是会联络律师，寻求律师的协助去处理这个东西。所以讲，律师在这个环节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OK， 警察不是随便扣留的，警察扣留那个人会扣留的原因呢，是因为有人报警，而这个人被扣留的人呢，他是被怀疑涉嫌犯法了，所以呢，才导致警方去抓他。警方扣留他是需要他协助警察调查那个案件的，有没有杀啦？是等警察调查了才知道。OK， 我们要知道那个扣留令呢是法庭给的，警察呢不可以扣留他超过24个小时。如果要延长扣留呢，警察必须把嫌犯那个带到法庭申请延长扣留。至于他们可以扣留几天呢？如果警方开档调查他们的那个条文，如果他的刑罚是少过14年，那么第一次是不可以扣留超过4天，第二次是不可以扣留超过3天，只可以扣留2次而已。那么如果嫌犯被开档调查的那个刑罚呢是可以超过14年以上的，那么第一次是不会超过7天扣留，第二次是不可以超过7天扣留，也只是可以扣留2次而已。OK， 大家要知道哦，警察扣留他是因为他协助调查那个案件，关多久呢？是看那个法庭给多久的扣留令。警方要在那个扣留令的期限里面调查完这个案件，然后才把它放出去。当然，如果警方能在更加短的时间内调查完，警方也是可以提早把那个人用加命 police 释放，或者直接提供他上法庭。当然，不排除如果他在别的警察局有别的涉嫌的案件的话，那个警察局的警察也可以这个时候现在把他关起来，在他被关的这个警察局逮捕那个人，把他带到另外一个警局去，对于他对另外一个案件来进行调查。不排除这一点，如果他在别的地方有涉嫌别的刑事案件的话，答案是可以。刑事程序法28A 条文有给被扣留的人联络亲友的权利，当然你也可以联络律师。那么在合理的时间里面呢，警察是需要等到律师到来的时候，
才可以开始录口供的。可是呢，在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有同谋，或者是出现销毁证据的这些危机之下呢，副警监或者更高级别的警方可以批准否决这些权利。那个时候，警察可以不让我，或者是不让律师去见他。OK，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个我们也叫做 Jamin Mulut， 口头保释，就是可以把嫌疑犯从警察局保释出来。这个就是呢，警察调查完那个案件之后呢，如果来不及提出控告，一般呢都会叫家属来签署担保文件，保释他出来。一般都是不需要缴付任何的担保金的。这个呢是代表说嫌疑犯会出席法庭。当他被警察要求去法庭面对控告的时候 ，OK， 如果说他到时候警察叫他去法庭面对控告的时候呢，他没有去，检控官呢可以向法庭要求向他提出逮捕令。当然，如果警察给口头保释，很多时候家属也会叫律师陪同去处理的，因为大家知道。很多人都不大会和警察沟通，怕说错话，所以都是会叫律师去陪同的。OK， 这个也是每个人或是差不多很多人会问的问题了。这个问题这样子答吧，可以请律师去挑战扣留令，去减少扣留期限。有时如果挑战成功，也可以当天释放，因为我们不可以排除有些被扣留的人他也是无辜的。也是没有做错事的，或者有些是有身体健康问题的，等等等等，都可以请律师去挑战扣留令。OK， 通常是这样，可以联络找律师去法院帮忙他打官司。当然，如果他要认罪的话，也可以找律师去求情，减低他的刑罚。OK， 我需要大家明白，天下是没有白吃的午餐的。每个律师也是要努力做工，也是要过生活，也是要负担家庭、负担房贷、负担车贷。所以，当然律师是需要收费的。那么，容许我反问你一句吧：如果今天你老板叫你去做工，可是没有给工钱的，你要做工吗？正常的想法，没有给工钱的，谁会去做工呢？对不对？那好吧，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希望这一点点的法律知识能让大家了解这个大众都很需要了解的这个资讯。谢谢大家的观看。喜欢我们这支影片的朋友，可以like 我们的 Facebook page，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和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